随时可能发生断气的危机。三接为什么那么重要？因为民进党政府已经把核一、核二、核三的1号机全部都停了，明年他要把核3厂的2号机停掉。民进党政府在停掉核电厂，从核一、核二已经要停掉我们用电100%里面的16%了。那接续的电力是从什么补充上来？就是第3接收站。结果现在第3接收站发生2个很严重问题。第一个就是它这个管线本来应该保冷的，保冷系数出现问题，这个工程出现问题。第二个更严重的，那到时候会不会断气？到时候核3厂的2号机停了之后，我们的电力从哪边来？所以现在变成3接的这个保冷的这个管线器材不保冷，可是中油的这个高层为了赶工，他现在不顾公安，而且放水厂商。在今年的6月12号，我在经济委员会我就提醒了经济部的部长，你核3厂的1号机、2号机那么早停，你的电力到底接不接得上来？他那时候跟我讲，他说3接会在明年的4月份就会建成。我问他说，你有没有把握呢？他说这个一定有。可是呢，本席的办公室背后的吹哨者的检举指证历历，在今年的2月20号的时候，中油站区的这个施工所，这个工程进行了第1次的抽查，就发现它的材料不合规定。不合规定这个有多严重？大家知道，液化的这个天然气，它要这个传输的这个过程里面，这个管线它的温度要在摄下这个-160度 C 以下，-162度 C 以下哦。结果你现在用的这个管线的这个材质，保冷的系数是有问题的，这是多严重一个问题。另外牵扯到一个环保问题，等一下跟他报告。然后在2月22号已经发现不合格了，到了6月14号进行第4次的这个抽检，还发现还有好几项都是不合格的，一直要求他要改进。到了7月15号，中油决定说，你这个不合格的材料不能再用了，因为有安全的问题，很明确哦，跟厂商讲哦。7月15号说你这个材料不要再用了，结果呢，承包商在8月15号把新的这个材料送来，抽查了6件，里面还有3件是不合格的，会不会太离谱了？到了8月19号，发现一个更严重的问题。刚讲的是保冷的这个管线材料保冷系数不够。到了8月19号，发现一个更严重的，厂商连中验的报告都作假，然后本席的办公室发现这问题太严重了，所以我们开始跟中油进行沟通，也跟他索资。我要求要2个东西，第一个，整个案件的这个契约书的这个影本；第二个，要中油跟承包商之间往返的这个公文，他遗漏了3个非常重要的公文。第一个，契约书到现在没有给我，他只有给了一个保冷的这个规范，这个大家上去查就查得到。第二个，往来文件遗漏了2个很重要的关键。第3个，台电给厂商的他有给我，可是厂商给台电的1件都没有。这个就是民进党政府中油现在很严重的问题。当发现问题已经这么明显了，可是立法院跟他要资料的时候，要么给你涂黑，全部是全黑的；一个就是不给你。到了9月10号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了，中油就很清楚跟他讲说，这个事情你一定要解决，而且你不能再继续展延了。大家看一下11月30号那个日期，依照 NCR 这个规定，中油很明确讲说，你所有的不合格，你要在11月30号一定要改进。到现在还没有改进，2个遗漏的公文显示的这公安影响非常的严重。第一个，在这第1次的这个9月10号这个公文里面，不得再继续展延，对不对？就在9月10号这个公文，他不给我的，后来我追到这个公文是什么？确定报告是造假的，而且中油已经跟他讲了，我拒绝你再展延了。第2个公文是9月13号，发现这不合格，这个材料有多长？8000米的平方，而且这个工程已经进行到什么程度了？第一个，他隐瞒了事实，材料有问题，那伪造文书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这个材料后来找到资料，你知道多恐怖吗？这个长度达到8000平方米，那现在要解决问题，对不对？我们要肯定我们中油的基层非常的尽责，他们严加把关，他们发现问题，守在第一线，知道这有法律问题啊，而且有安全问题啊，所以很清楚就跟厂商讲说，你不能再这样干了。中油高层做了什么事情？他说这样好不好？我们也知道是不合格的，那以后我们边用边换，好不好？跟大家报告一下，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在于，以前呢出现管线有状况，所以他必须做某部分的这个改正。第一个，它的长度非常的长。8000公尺平方米。第2个，他说要改多久？1年才能够完成。明年的5月份，
核三厂2号机就要停了，所以政府跟我们讲，第3接收站要在明年3月份，最晚4月份一定要完成，那是不是断气了？台湾的电力供应会出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。另外有一个也是很严重的，这次的厂商啊跟中油竟然用了一个国际上已经早就禁用的，叫做氟利氢。这个在民国100年1月份的时候就开始禁止了某部分的使用，到了104年哦，全部都禁止。空气污染防治法明定这个东西不能用，用是有法则的。我们的国营事业中油竟然放任用了，这东西严重到什么程度？蒙特娄议定书里面是明定不能用这个东西，因为它会破坏那个臭氧层。中油跟厂商用了这个东西，对我们台湾在国际上的形象有非常大的伤害，所以它是2个问题咯。该保冷的器材不够保冷，还假造了检验报告。第3个，它用了国际上禁止的 CFC， 那这个保冷材料不合格，它影响了什么样的公安呢？第一个，因为它有这个冷链跟这个结冰的这个问题，所以它那个整个管啊里面的温度是要多少？-162度 C 哦。结果它没有达到这个保冷这个系数，它会产生什么？增加这个管线的裂缝跟管线的这个爆炸的风险。大家想象一下那个画面。应该是把它修好嘛，然后开始天然气才开始用，对不对？那基层都已经发现不对了，结果高层说，现在已经做的工程已经做了超过1半了，说把它做完以后，每次再来改，每次改多少？1公尺，要改1年，这是多危险的一事情。如果这个状况里面出现的裂痕或者是管线爆炸、天然气外泄，是一个多严重的问题，会不会导致火灾或者是爆炸？现在这次这个弊案影响最大的就是基层非常的尽责，已经发现了问题。可是中油的高层在民进党政府急着要完成它的电力配比的时候，怕缺电，所以太阳能一直盖，买一堆弊案，甚至命案都有了。3阶都出现弊案了。3阶的严重性在于不合格的管线更换的日期。好，最后我们做2个很具体的这个要求。第一个，应该全部更换完毕以后，才能够进行履约的这个验收。第二个，履约验收完成之前，不得试营运，也不得送天然气进去。因为这个危险性随时会产生，那这是第一次在天然气上面出现这么离谱的这个事，牵扯到公安的问题，所以我明确要求他赶快停下来。他现在施工1.6公里的这个管线，从码头到储存槽1.6公里，他已经做了50几%了，请赶快停下来，用合格的这个材料，不要继续带着钢盔往前冲，冒着公安的危险，只是为了赶工。这得不偿失，如果出现问题，对台湾会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伤害。